嗨，你好，我是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你还好吗？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听完今天的故事，祝你晚安，做个好梦。这是我独自对抗世界的第26个年头，也是我特别想恋爱的第一年。我还记得去年12月那会儿，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阳了，一个一个的在家休息。我是后面那一波病的，因为听说了各种症状，所以在倒下之前就做足准备，该吃的药、常喝的水，还有暖和的厚被子。哪怕半夜浑身酸痛，也咬牙挺过来了。很奇怪，我不是那种受伤生病的时候会想谈恋爱的人，大概因为独自生活了很多年，已经早学会了保护好自己的脆弱。但痊愈那天，我打开窗子通风，外面阳光明媚的，我忽然很想能有一个人陪我出去散散步，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慢慢地走着，好像那都会有一种让我劫后余生的知足。以前偶尔渴望爱情，时常庆幸单身，见到朋友圈秀恩爱，难免会感叹一句说，这甜甜的恋爱真的有人在谈。可是转头听见朋友们抱怨被另一半气得睡不着觉，又觉得爱一个人真麻烦。而且走出学校之后，这个世界太大了，忙着工作、生活，还要出门旅行，泡各种展览和咖啡馆。说实话，每天呼朋唤友的日子，没有功夫孤单。但疫情是个转折点，在我跟自己周旋了很多年之后，在我终于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现在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互相锦上添花的时候，我得承认，我想谈恋爱了。有句话说，我们未必时时都要恋爱，但我们大家其实都需要爱。哪怕人跟人之间讲求一个缘分，但缘分不会凭空落地就落到你的头上。如果你相信世间必定存在对的人，那为了遇见他不停地尝试，怎么不算是一种勇敢呢？于是我抱着说什么都得爱一回的决心，重新校准了自己的心态，开始频繁的交友、约会、相亲。这一年我玩了无数次的剧本杀，微信好友的数量越加越多。现在有些成了搭子，有些成了哥们儿，还有一些渣男至今躺在我的黑名单里。飞盘流行的那段时间，我跃跃欲试的报名，回来肌肉酸了1周。我当时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可惜聊过之后发现三观不合，最后不了了之。后来相亲，我见过所谓的成功人士，话里话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所以让你觉得连跟他一块吃饭都是浪费时间。我暧昧过，约过会，试过长长短短的相处，但就算再想谈恋爱，也没有匆忙地逼着自己进入到一段关系。朋友说，要是你，我早就泄气了，但我却觉得很欣慰，因为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年纪的我会对什么样的人而动心，更在意对方的哪些品质。我很关注这个男生有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会偏爱说话的时候看着你眼睛的人。
就连对于爱情的理解，好像都比过去26年累积的所有时刻要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想谈恋爱到尝试迈出那一步之间，竟然可以是一个了解异性，同时了解自己的过程。这个世界上，有人受了委屈渴望怀抱，有人活得辛苦想要一颗良药，也有人见过花团锦簇，但还没有牵过谁的手。其实越是单得久的人，想谈恋爱的心和为了遇见所做的努力，就越让我觉得珍贵。我想知道，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胃里是不是真的会像千万只蝴蝶在飞舞？爱带来的痛苦，是不是如大家所说的，会让人失眠反胃，差点丢掉半条小命？比起找一个人陪伴，我更希望走进一段认真的亲密关系，然后有机会把26年来一切因为懵懂和错失的体验全都补回来。我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我在一个评论区回复过接脱单，等到了年底，我又找到了当时的留言，写了一句接明年脱单。说起来前前后后就是2句玩笑话，但只有自己知道，我是在多么努力又执着地寻找着爱。虽然难免会沮丧，会在跟朋友的聊天对话框里打下这人到底藏哪儿了，不过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或者爱情失望过。不是说吗？智者不入爱河。智者我当了很多年了，现在我就想要心无旁骛地冲着爱里面奔跑，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反正人生还有很长，会霞上满天，爱也一样。Please keep your hopes up for Christmas, that maybe all the firing will cease. Please keep your hopes up for Christmas, that maybe this whole world can finally be at peace. I believe we can, if we just believe we can. And I believe we must find